大家常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但你有想过月薪超过20万的保姆可能会需要做哪些事情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妈妈外包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知道保姆的工作内容有什么吗？准备餐点、陪玩、接送、上下课，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吧？那你或许可以看看这份超过1000字、结合了25种职业技能的真保姆启事。上面说，如果想要胜任这份工作，你不只要会规划旅游行程，知道5个人吃饭要买几条鱼，还要喜欢在洞穴游泳。那如果精通法语、西班牙语，又能够在周末工作，就更好了。这个猎奇的真人广告呢，被英国的《卫报》说可能是有史以来对保姆要求最严苛的条件。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有人会需要一个超级保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几十年，台湾附近海域能够看到的生物越来越少了，渔业资源也逐渐的枯竭，这主要是因为过度的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结果。那为了解决这样子的困境，包含绿色和平在内的数十个民间公民团体共同制定了台湾海洋保育法草案，希望能够全面有系统的保护海洋。但自从2021年民间版本的海洋保育法草案一读通过之后，法案的进度就一直停摆到现在。因此目前绿色和平正在积极的呼吁大家联署支持本会期3读通过海洋保育法，希望能够借此赶快让台湾的海洋恢复昔日的荣景。那如果你也在乎台湾的海洋议题，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一起来了解海洋保育法的联署活动吧。在2020年初呢，美国有个真人启事引发了热议。刊登的人是一个单亲妈妈，同时也是某个企业的执行长。她住在美国加州的门诺帕克，这里是矽谷的核心城市之一，临近史丹佛大学的校区，而脸书的总部也在这里哦。有70%的居民都是大学毕业，而全美国的平均呢，其实连40%都不到。这位 CEO 妈妈呢，想要帮她10岁的龙凤胎找一位保姆，并且希望这位保姆可以兼任管家、整合并领导她家中的其他员工，像是园丁啊、长工、清洁工啊，以及私人家教等等。工作时间是早上的11点半到晚上8点哦。因为周末妈妈想要放松，如果可以在周日到周四工作，会被优先考虑。而且他还会提供住宿跟专用的车子，希望双方至少有5年的长期合作。到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出这位妈妈的社经地位很不错，真人的背景也还算合理。不过接下来的需求条件却让她直接被网络留言给骂爆。这位 CEO 妈妈用超过1000字的篇幅，巨细靡遗的列出了她的需求，但因为加一加呢有将近60个条件，我们简单分成5个面向说明。首先，在个人特质的部分，她希望这位保姆受过良好的教育，至少有大学学历，而且要聪明、热情、有领导力，可以同时进行多样任务。再来，家务方面呢，只要定时的举办家庭会议，掌握家庭预算，不只是要知道哪时候该把衣服拿去退货，还要根据小孩的发展以及妈妈的放松需求，规划国内外的旅游行程。除了要记在 Excel 上面呢，还要记得用信用卡点数订房。然后厨艺也很重要，保姆要熟记家人对什么食物过敏，用有机食材烹饪出这个简单啊、美味、营养、健康又有创意的餐点。还要随时精进自己，能够阅读并理解牛肉可能带来危害，鱼肉、蔬菜才是王道的文章。接着，因为他们家热爱户外活动，会希望保姆喜欢爬山健行、海上冲浪，脚踏车的技术呢要能够登山越野，滑雪呢则要有中级以上的水准。那因为常常要出门旅游嘛，保姆也要有精湛的驾驶技术，全世界的高速公路啊、山路，甚至在风雪当中呢都要敢开哦，以防万一。也要有 CPR 证照跟基本的急救技术。那最后对待这2位10岁的双胞胎，保姆不只要有良好的情绪管理，还要能够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成为他们尊敬、信任又深爱的保姆。陪运动、玩球都是基本哦，保姆最好要精通数学，能够随时来场机智问答。比如说以时速50英里的车速，在大雪当中走150英里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呢？让小孩能够在生活当中学习。那为了要让妈妈可以充分的休息，保姆偶尔呢需要留下来过夜，出国呢则要主动照顾小孩。这则广告呢被一位叫做哈林顿的作家分享之后，获得了爆炸性的关注。哈林顿对这则真人启事非常的不以为然，他在自己的推特上面分享，并说：“我敢打赌，你能够找到的交福大便呢，都比保姆多。”那这则超呛的贴文呢，让真人广告瞬间爆红哦，而网络风向也毫不意外，一面倒的认为这位 CEO 妈妈真是荒谬至极。她的条件多到不行，表面上面呢说是要找保姆管家，却要有厨师、会计、旅行社，然后数学老师、私人教练等职业技能，根本是在卖弄她的权势跟财富，折磨应征者。那有人问了整家公司的
的员工呢才能够勉强符合他的需求。而英国的《卫报》更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对保姆要求最高的广告。甚至有人进一步分析这位 CEO 妈妈呢，与其说是在找保姆，倒不如说是在找一个人帮她当妈妈而已。她的真人条件不断的提及妈妈要休息，看起来呢就是想要把自己的任务丢给别人，不止没有母爱呢，也害保姆要承担过多原本应该是父母才会有的压力跟期待。而且这份工作呢也包含了不合理的情绪劳动。真人广告要求保姆要能够爱雇主跟他的小孩，却又说保姆要懂人际关系的分寸，注重隐私跟安全。可以看出CEO 妈妈要求保姆在雇主化的界限内去付出情感，可是情感要怎么计算？雇主真的可以给出相对应的报酬吗？不过也有位经验丰富的保姆认为这个真人条件很具体，可以看出他希望在充满爱的家庭当中养育出健康的小孩，其实是很多保姆梦寐以求的工作。那当然啦，也有人质疑这个广告根本是在反串叫大家还是早点洗洗睡，不必太认真。而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位 CEO 妈妈匿名接受了媒体专访。这位 CEO 妈妈说呢，因为保姆机构一直推荐给她不适任的保姆，比方说找一个专长是婴儿的保姆来照顾她的10岁双胞胎，所以她才会列出清单，希望给机构一个方向去找到合适的保姆。没有想到会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她澄清虽然她的条件很多，但她愿意给的薪水也很高。美国保育人员的平均时薪是10.82美金，但她愿意付3到4倍的时薪给这位保姆，换算下来呢，年薪差不多是250万台币左右。而应征者愿意的话，她也会提供一栋附有泳池的小屋，让她免费入住。这栋小屋的月租行情呢是3000美金，而此外呢还有车子保险、休假以及出游的机票跟住宿都会由他负担。而他也强调自己是一个充满爱的人，希望跟保姆建立亲密又温暖的关系，因此才会希望保姆能够爱他与小孩。而当他在他家工作的时候呢，也会被当作是家庭成员，一起拍摄全家福。不过他也承认作为职业女性，她的确需要有人来分摊妈妈这个角色。她并不是没有母爱，相反的，她说自己24小时都想着她的小孩，因此常常在深夜工作结束之后，想办法弄懂夏令营的报名规则，为小孩规划活动。他还举出朱蒂·布雷迪呢，在1971年发表的研究稿《I Want a Wife》，说自己就像里面所描述的这个职业女性，在工作跟家庭之间蜡烛两头烧，很需要一名可以无怨无悔帮她打理家务的妻子，才会想要把部分好像属于妈妈的工作外包给保姆来做。但他也强调，这并不只是因为自己是单身妈妈才会有这个需求，大多数的职业女性都告诉他，即使是双亲家庭，家务还是得由女性来处理。所以他还特别强调，或许所有的职业女性也都需要一位妻子。根据2020世界经济论坛的资料呢，目前在世界各地，女性花在无偿工作，也就是那些家庭内各种杂物事项的时间，都远远高于男性。即使是差距最小的挪威跟美国，女性花在家务劳动的时间仍然是男性的2倍。因此，虽然这个广告被很多人批评很荒谬，但这位 CEO 妈妈认为，很多职业女性都跟她一样感到很困扰。其实想要找帮手，但又得面对很多的顾虑，这是职业女性们真实遇到的困境。此外呢，在2019年，美国也有一份调查显示，有了小孩之后，只有1/3的人支持妈妈继续工作，当一个职业妇女，但却有高达76%的人认为，爸爸应该要有一份全职工作，努力的打拼赚钱。这样子的落差呢，就会让爸爸或妈妈在外包家务或育儿工作时，会面临到截然不同的压力。如同 CEO 妈妈在专访最后提到的，她认为，如果今天自己是一名男性的 CEO， 看出一样的真保姆条件，可能就不会受到这么多的批评跟讨论。在进入观念以前，我们先特别感谢志毅机器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制作各式各样的议题。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我们一开始看到这个真彩广告的时候，觉得条件实在太猎奇他根本是惯老板吧？但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把心中理想妈妈的样子给列下来，想要用钱来弥补自己做不到的亏欠。而我们似乎也能够在他的字里行间看到他在 CEO 跟妈妈的角色转换当中面临的不少挫折。所以针对父母的工作能不能外包这个问题我们会倾向赞成，因为即使呢是父母，也需要有喘息的时间来确保身心健康。只不过连情感都可以外包吗？这我们则会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对我们来说，花时间与小孩相处是父母难以假手他人的工作，因为在这些互动过程当中，父母给予的爱跟温暖会一点一滴的跟孩子搭建出安全的依附关系，所创造出来的亲密感跟回忆是无可替代的。那
那即使保姆跟小孩能够建立良好的情感关系，但这个关系并没有办法完全的转移给雇主，父母还是得要自己付出努力才能够获得小孩的信任。不过，到底什么样的工作能够外包，什么样子的工作觉得不行？我们认为这也不完全是壁垒分明，或许还是要得回到这个家庭里面，根据每个家庭内的经济状况、父母的能力以及价值观去决定吧。好的，那最后呢，想问大家，如果你就是那个符合所有条件的天选保姆，你会想要去应征吗？会有钱给的足够，做什么都可以啊。不会哦，我是不会为了钱出卖我的感情的，所以可能会先面试看看，确定雇主跟小孩没有太雷，我才会考虑。对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神奇的真保姆事件。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家务分工以及家庭主妇该不该领薪水的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